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張帆，你還是老樣子，一身窮酸氣。班花林雪手上鸽子蛋大的鑽戒閃閃發亮，眼中滿是輕蔑。她得意地環視着包廂裡的同學們。人啊，最怕的就是沒有野心。張帆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舊西裝，苦笑一聲。周圍的同學們有的竊笑，有的尷尬低頭，沒人敢為他說話。王總來了，董事長來了，服務員緊張的聲音從門外傳來，所有人都站了起來。林雪更是花枝亂顫地衝向門口。老公，氣場十足的王總走進包廂，目光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尋着，他無視了迎上來的林雪，越過了所有西裝革履的同學，徑直走向角落裡那個剛被嘲諷窮酸的張帆。王總雙手遞上名片，滿臉謙遜，久仰大名，張總。那一刻，所有人瞬間石化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張帆站在酒店大廳裡，看着手機上的同學群消息，心情複雜。10年聚會必須來啊！老班長發話了，誰都不能缺席。林雪也會來，大家都想見見我們的班花呢。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最終還是點擊了參加。誰年輕時沒喜歡過一個遙不可及的人？張帆的白月光就是班花林雪。高3那年，他鼓足勇氣寫了一封情書，在放學後的教學樓天台上，緊張的聲音都在發抖。林雪，我喜歡你，我們能在一起嗎？林雪接過情書，連看都沒看，直接還給了他。張帆，你人很好，但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那句話像一把刀，深深刺進了18歲的張帆心裡。那時的他家境普通，父親是個小職員，母親在紡織廠上班，而林雪家裡經營着一家不小的貿易公司。她從小就習慣了優渥的生活。我要和我想要的生活，這句話張帆記了10年。現在30歲的張帆推開了聚會包廂的門，裡面已經來了10幾個同學，大家穿着得體，談笑風生。他環視一圈，在角落裡找了個位置坐下。張帆，你來了。班長劉峰熱情地走過來，聽說你現在自己做生意，做點小生意，勉強糊口。張帆淡淡地說，他沒有說謊，他的公司確實不大，只有20幾個員工，主要做芯片技術研發和投資，還是太謙虛了。劉峰拍拍他的肩膀，你看你這身衣服，雖然款式老了點，但料子一看就不便宜。張帆笑了笑，沒有解釋。這套西裝確實是幾年前買的，那時公司剛剛起步，他捨不得買新的。現在公司發展得不錯，但他已經習慣了低調。包廂門再次被推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門口。林雪走了進來。10年過去了，她依然美麗動人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一身香奈兒套裝，手上戴着一枚巨大的鑽戒，脖子上的項鏈在燈光下熠熠生輝。她一出現，整個包廂的氣氛都變了。雪兒，幾個女同學圍了上去。哇，你這個包包好漂亮，是不是愛馬仕的？這鑽戒也太大了吧，得有5克拉了吧？林雪享受着眾人的羨慕，優雅的擺擺手，小意思啦，我老公送的。你們可能不知道，我老公剛剛被任命為華鼎集團的董事長。華鼎集團，那個做地產和金融的。有同學驚呼，對啊，市值幾百億的大集團呢。林雪臉上寫滿了驕傲，我老公姓王，大家叫他王總。人家說我嫁得好，我說這是緣分。張帆在角落裡安靜地聽着，心裡波瀾不驚。華鼎集團他當然知道，
這是本市最大的綜合性企業集團之一。不過他也知道，華鼎集團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難，特別是在高科技轉型方面。張帆，林雪的聲音突然響起：“你怎麼一個人坐在角落裡？來來來，大家都是老同學，別客氣。”他走過來，視線在張帆身上掃了一遍：“你這身衣服是不是有些年頭了？”周圍的同學都安靜下來，空氣中彌漫着一股尷尬的味道。張帆抬起頭，平靜地說：“是有些年頭了，捨不得扔。”林雪坐在了張帆对面，翹起二郎腿，鑽戒在燈光下更加耀眼。“張帆，聽說你現在自己做生意，做什麼的？技術投資，芯片相關的。”張帆如實回答：“哦，搞技術的。”林雪的語氣裡帶着一絲不屑：“技術難嗎？我理解，不過現在這個時代，光有技術是不夠的，還要有資源、有人脈、有背景。”他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“我老公就經常說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平台和資源。像他這樣的董事長，手裡掌握着幾百億的資產，一個決策就能影響成千上萬人的生活。”周圍的同學都在點頭附和。有人說：“雪兒說得對，現在確實是這樣。”張帆沒有反駁，只是默默地喝着茶。他想起10年前林雪拒絕他時說的話：“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”現在看來，他確實得到了他想要的生活。对了，張帆，林雪突然話锋一轉：“你還記得高中時候的事嗎？”張帆心裡一緊，知道他要說什麼。“你還記得你給我寫情書的事嗎？”林雪笑着说：“當時我就覺得你人挺好的，就是太老實了。老實人嘛，適合過平淡的生活。”包廂裡的氣氛更加尷尬了。有些同學偷偷看着張帆，有些則低頭玩手機。張帆依然很平靜：“記得，你看，我當時的眼光還是不錯的。”林雪得意地說：“我說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現在證明我是對的。你還是那個老實的技術男，而我嫁給了華鼎集團的董事長。”隨着談話的深入，林雪越來越放飛自我，她開始詳細描述自己的奢華生活。“我老公真的很疼我。”他炫耀左手上的鑽戒，這個鑽戒就花了800萬，還是在香港定制的。他說：“女人就應該被寵着。”還有我們家的房子，在市中心最貴的樓盤，600平的複式，裝修就花了2000萬。光是客廳的那盞水晶燈，就是意大利進口的，50萬。車子就更不用說了，瑪莎拉蒂、賓利，隨我挑。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那輛法拉利，紅色的，開出去回頭率100%。他一邊說，一邊觀察着大家的反應，看到同學們羨慕的眼神，他更加興奮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老公還給了我公司的股份，你們知道嗎？我現在也算是華鼎集團的股東之一了，每年的分紅就有幾千萬。張帆聽着這些話，心裡有些五味雜陳，不是嫉妒，而是一種說不出的複雜情感。他想起當年那個單純的林雪，想起她清澈的眼神和溫暖的笑容。現在的他眼中只有金錢和地位的光芒。张帆，你在想什麼呢？林雪突然問道。是不是在想，如果當年我答應了你，現在就是你在享受這些了？他笑了起來，笑聲裡帶着一絲嘲諷。不過說實話，就算是現在，我也不覺得你能給我這樣的生活。做技術的，能賺幾個錢？林雪的話越來越刻薄，她似乎完全忘記了基本的禮貌和同學之間的情誼。我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，說現在很多技術男都在35歲以後被公司淘汰，因為年輕人更便宜，學習能力也更強。他看着張帆，你今年也30了吧？
有沒有考慮過轉行？有同學看不下去了，小聲說：“雪兒，別說了，我這是為他好啊。”林雪擺擺手：“同學一場，我當然希望大家都好，但是現實就是現實，不能因為面子就不說真話。”他站起身，走到張帆面前，居高臨下地看着他：“張帆，我知道你可能覺得我變了，覺得我勢利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沒有我老公，我能有現在的生活嗎？女人嘛，就是要找個能給自己安全感的男人。你看你現在30歲了，還穿着幾年前的舊衣服，做着小本生意，這就是你能給女人的安全感嗎？”張帆緩緩抬起頭，看着他：“你說的對，我確實給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”林雪以為他要服軟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。不過，張帆繼續說道：“每個人對生活的定義不同，你覺得好的生活，不一定是別人想要的。”什麼意思？林雪皺起眉頭。沒什麼意思，張帆淡淡地說：“只是想說，人各有志。”林雪顯然不滿意張帆這個回答，她覺得他在裝清高。人各有志，她冷笑一聲：“張帆，你別跟我裝了。哪個男人不想成功？哪個男人不想要錢、要權、要地位？你說什麼人各有志，不過是因為你得不到而已。”他走回自己的座位，端起酒杯：“我敬大家一杯，祝願所有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。當然，有些人可能這輩子都找不到。”說着，他故意看了張帆一眼，氣氛變得更加尷尬。班長劉峰連忙站起來打圓場：“來来來，大家都喝一杯，10年聚會不容易，別說這些了。”但林雪顯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酒精讓她變得更加放肆。“我跟你們說，嫁人真的要嫁對人，我老公那才叫成功男人。你們知道他最近在忙什麼嗎？”“什麼？”有人配合地問。“在籌備華鼎集團的轉型升級，準備進軍高科技領域。”林雪驕傲地說。她說：“未來10年，傳統行業都會被淘汰，只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才能生存。”他又看了張帆一眼：“當然，這種高端的戰略規劃，不是做小生意的人能理解的。”張帆聽到高科技轉型幾個字，心裡一動。他知道華鼎集團確實在尋求轉型，特別是在芯片和人工智能領域，而這正好是他公司的主營業務。就在林雪說到興頭上的時候，包廂外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：“王總來了，董事長來了。”服務員的聲音帶着明顯的緊張，在门外大聲喊着。林雪的眼睛瞬間亮了起来，她快速整理了一下頭髮和衣服，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：“我老公來了！”她興奮地對大家說：“你們終於可以見到真正的成功人士了。”包廂裡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，整理着自己的儀表，準備迎接這位傳說中的董事長。每個人臉上都寫着期待和緊張，畢竟能見到華鼎集團的董事長，對他們來說也是難得的機會。林雪更是激動的雙手微微顫抖，她快步走向门口，準備第一個迎接自己的老公。在她心裡，這一刻就是她最輝煌的時刻，是她向所有同學證明自己眼光和選擇的最佳時機。特別是當着張帆的面，她要讓他看看什麼叫真正的成功男人，什麼叫真正的人生贏家。老公，她已經準備好了最甜美的笑容和最溫柔的聲音。門把手轉動了，包廂門被推開，一個氣場十足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。他身高約1.8米，穿着定制的深藍色西裝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眉宇間帶着久居高位的威嚴。這就是華鼎集團的董事長王磊。老公，林雪滿臉喜悅地衝了過去，想要挽住他的胳膊。但奇怪的是，
王磊沒有像平時那樣擁抱她，甚至連正眼都沒看她。他的眼神帶着明顯的焦急和急切，像是在尋找什麼重要的東西。王總好，久仰大名。王董事長你好。其他同學紛紛上前打招呼，每個人都伸出手，希望能和這位大人物握個手，留個好印象。但王磊對這些熱情的問候視若無睹，他甚至粗魯地推開了幾個擋在面前的同學。林雪感到有些尷尬，她不明白老公今天怎麼了，為什麼不給她面子。她再次走到王磊面前，老公，這些都是我的老同學，我跟你提過的。王磊還是沒有理她，他的目光在包廂裡快速掃視着，像是在尋找一個特定的人。所有人都感到了氣氛的異常，原本熱鬧的包廂突然安靜下來。王磊的目光最終停在了角落裡的張帆身上，那一瞬間，他的眼中閃過一絲驚喜和解脫的光芒，仿佛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寶藏。他徑直越過了攔在他面前的林雪，越過了所有西裝革履的同學，大步流星地走向張帆。林雪愣在原地，不明白發生了什麼，其他同學也面面相覷，不知道這位董事長為什麼要去找坐在角落裡的張帆。王磊走到張帆面前，突然停下腳步，原本威嚴的臉上瞬間變得謙遜和恭敬。他深深地彎下腰，雙手遞上一張燙金的名片，久仰大名，張總，我找您好久了，我是王磊，華鼎集團的王磊。他的聲音帶着明顯的激動和緊張，完全沒有剛才進門時的威嚴氣勢。他的聲音帶着明顯的激動和緊張，完全沒有剛才進門時的威嚴氣勢。張帆看着眼前的名片，沒有立即接過，而是抬頭看了看王磊，又看了看目瞪口呆的林雪和其他同學。整個包廂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剛才還在嘲諷張帆窮酸的林雪，臉色瞬間變得蒼白如紙，其他同學更是不知道該作何反應。他們揉了揉眼睛，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。王磊見張帆沒有接名片，以為他還在生氣，連忙說道：張總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來晚了。您的秘書說您今天晚上有同學聚會，我本來不想打擾的，但這個合作項目實在太重要了，我實在等不及明天了。他頓了頓，繼續說：我們能聊聊那個芯片技術授權的事嗎？這個項目關係到華鼎集團的未來，我真的很需要您的支持。張帆這才慢慢接過名片，淡淡地說：王總，你這樣突然過來，讓我很意外。是我唐突了。王磊連忙道歉，但你也知道，現在市場競爭激烈，早一天簽約，我們就早一天心安。林雪站在一旁，完全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情。她的老公，那個在家裡頤指氣使的華鼎集團董事長，此刻卻像個小學生一樣站在張帆面前，小心翼翼地請求着什麼。而張帆，那個被他嘲諷為窮酸的老同學，卻淡定從容地坐在那裡，仿佛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張總，林雪喃喃自語：老公，你是不是認錯人了？他就是張帆，我的老同學，做小生意的。王磊這才注意到林雪，他皺起眉頭：你認識張總？認識啊，他是我高中同學。林雪有些不確定地說：可是老公，你剛才叫他張總，他就是個做小生意的技術男啊。王磊的臉色瞬間变了，他看了看林雪，又看了看張帆，突然明白了什麼。你是說張帆是你的同學？他的聲音有些顫抖。对啊，就是他，剛才我們還在聊天呢。我說他。林雪突然意識到了什麼，聲音越來越小。
王磊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，他轉身看着張帆：“張總，您是來參加同學聚會的？”張帆點點頭：“是的，10年聚會。”那剛才……王磊咽了口水：“剛才林雪對您說了什麼？”張帆淡淡一笑：“沒什麼，就是普通的同學聊天。他說我窮酸，說我給不了女人想要的生活，說我做的是小生意。”王磊聽完這話，整個人都快崩潰了。他轉身怒視着林雪：“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你知道張總是什麼人嗎？”林雪被老公的怒氣嚇到了。我不知道，張總是海岸科技的創始人和 CEO。王磊幾乎是吼出來的。海岸科技是我們華鼎集團最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，我們公司能不能成功轉型，全看張總願不願意把核心技術授權給我們。包廂裡的氣氛徹底凝固了。所有人都聽明白了王磊的話，張帆不是什麼做小生意的技術男，他是海岸科技的創始人，是華鼎集團的重要合作夥伴，是王磊需要巴結的大人物。而林雪剛才還在嘲諷這個大人物窮酸。海岸科技，有同學小聲嘀咕：“我好像聽說過這個公司，專門做芯片技術的，很厲害的。”不只是厲害，另一個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同學說道：“海岸科技是國內芯片領域的隱形冠軍，他們的技術專利價值幾十億，很多大公司都要依賴他們的技術。”王磊繼續對林雪怒吼：“你還記得我經常跟你說，公司最近在尋求技術合作嗎？你還記得我說過，有一個年輕的技術大佬掌握着我們最需要的核心技術嗎？那個人就是張總。”林雪的臉色已經白得像張紙，她顫抖着聲音問：“那個價值幾十億的合作項目，就是要和張總的公司合作？”王磊咬牙切齒地說：“這個項目關係到華鼎集團的生死存亡，而你居然在這裡羞辱我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。”張帆靜靜地看着這一幕，沒有說話。他想起了10年前的那個下午，想起了林雪說的那句話：“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”現在他可以給他想要的生活了，但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值得他去愛的女孩了。王磊轉身面對張帆，臉上寫滿了恐懼和懇求：“張總，我為我妻子的無禮道歉，她不知道您的身份，說了很多不合適的話，請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不要因為他的愚蠢而影響我們的合作。”張帆慢慢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那件被林雪嘲諷為窮酸的舊西裝。“王總，您言重了。”他的聲音很平靜。“林雪說的沒錯，我確實窮酸，這身衣服確實舊了。”王磊急得滿頭大汗。“不，張總您別這麼說。”張帆抬起手，示意他不要說話。“我想起一個故事，10年前，我剛剛創業的時候，曾經喜歡過一個女孩，我向她表白，她拒絕了我，說我給不了她想要的生活。她看了一眼林雪，繼續說：“當時我很難過，覺得自己確實配不上她，於是我努力工作，努力奮鬥，想要證明自己。後來我成功了，公司發展得很好，技術得到了認可，也有了一些財富。但我發現，那個女孩雖然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，卻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。”林雪聽着這些話，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。她明白張帆說的是她，也明白自己錯過了什麼。“張總。”王磊小心翼翼地說，“關於我們的合作。”張帆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包廂裡的所有人。“王總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的西裝是舊的，透着窮酸氣，我怕我身上的晦氣會影響您的生意。”王磊一聽這話，立刻明白張帆被羞辱了，而且羞辱他的人還是自己的妻子。
他轉身對林雪怒吼：“林雪，你在說什麼？還不快向張總道歉！”然後他對張帆懇求道：“張總，別跟他計較，她就是個見識短淺的女人，不知道輕重。我們換個地方談，這裡太吵鬧。”林雪想要衝過來向張帆道歉，但王磊直接甩開了他的手，對着張帆做了個請的姿勢。張帆看着眼前這個曾經高高在上的董事長，心中五味雜陳。10年前，他仰望着林雪，覺得自己配不上她，現在林雪的老公卻在仰望着她。世事變遷，真是令人感慨。張帆優雅地抬了抬手，拒絕了王磊的邀請。王總，不必了，我今晚還有事，您明天到我的工作室來找我談吧，我那裡環境簡單，沒有窮酸氣。說完這話，張帆收起了王磊的名片，準備離開。張總，王磊急忙叫住他：“您的聯繫方式。”張帆沒有回頭。王總，你既然能找到這裡來，說明你有我的聯繫方式。明天上午10點，我在工作室等你。他走到包廂門口，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一眼林雪。林雪站在那裡，眼中滿含淚水，嘴唇顫抖着想要說什麼，但最終什麼都沒說出來。林雪，張帆的聲音很輕：“10年前你說我給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你說的對，但你知道嗎？”他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“如果那時候你沒有那麼勢利，沒有那麼現實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妻子，就是海岸科技的老闆娘。你拒絕的不是一個窮學生，而是一個未來的企業家。”林雪聽到這話，再也控制不住，淚如雨下。但是現在我要感謝你。張帆淡淡的笑了：“感謝你當年的拒絕，讓我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愛情，什麼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人。”王磊站在一旁，臉色蒼白。他意識到自己的妻子曾經有機會成為眼前這個大人物的妻子，而他卻因為勢利眼錯過了。張帆最後看了一眼包廂裡的所有人：“各位老同學，今天的聚會很有意思。我想大家都明白了一個道理，永遠不要輕易嘲笑別人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別人的真正實力。”他的目光掃過每一個人。還有一個道理，人的價值不是由外表決定的。我這身舊西裝確實不如在座各位的光鮮亮麗，但是衣服只是外在的裝飾，真正的價值在內心。說完，他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包廂，身後傳來了王磊絕望的聲音：“張總，張總，請等等。”但張帆沒有停下腳步，他走過酒店的走廊，走過大堂，走到了外面的街道上。夜風吹來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這場同學聚會對他來說是一個了結，他終於可以和過去說再見了。10年前的那個少年，因為一次拒絕而心碎。10年後的今天，他已經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認可，因為他的價值由他自己決定。包廂裡，王磊發瘋似的衝了出去，想要追上張帆，但當他跑到酒店門口時，張帆的車已經開走了。他絕望地站在路邊，掏出手機撥打張帆的號碼：“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。”林雪從包廂裡走出來，她的眼妝已經完全花了，整個人看起來非常狼狽。“老公。”她顫抖着聲音說。王磊轉身看着她，眼中滿是憤怒和失望。“林雪，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麼嗎？你知道你毀掉了什麼嗎？”“我不知道他是。”林雪哭着說。“你不知道。”王磊冷笑，“你只知道炫耀，只知道嘲諷別人，只知道用金錢和地位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。你知道那個合作項目有多重要嗎？那是華鼎集團轉型的關鍵。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繼續說：“
海岸科技的核心技術，全世界只有3家公司掌握。張帆願意和我們合作，是因為看中了華鼎集團的市場渠道和制造能力。這個合作一旦成功，華鼎集團就能在芯片領域佔據一席之地。可是現在，因為你的愚蠢，這一切都可能泡湯了。林雪徹底崩潰了，她蹲在地上痛哭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這麼厲害。我以為他還是當年那個窮學生。王磊看着他，心中五味雜陳。他想起了張帆剛才說的話，想起了妻子曾經有機會成為那個成功男人的妻子。你知道嗎？王磊苦笑道，如果當年你嫁給了他，現在你就是海岸科技的老闆娘，身價比我現在的地位還要高。林雪聽到這話，哭得更厲害了。我也終於明白了。王磊繼續說，為什麼張帆看起來那麼淡定？為什麼他面對你的嘲諷那麼平靜？因為對他來說，你的那些炫耀根本不值一提。海岸科技的年營收超過50億，張帆個人持股60%，他的身價至少30億。而我們華鼎集團雖然規模大，但利潤微薄，我的身價也就10幾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掌握的是核心技術，是未来，而我們只是傳統企業，如果不能成功轉型，遲早會被淘汰。林雪聽着這些數字，感到一陣眩暈。她想起自己剛才的炫耀，想起自己嘲諷張帆的話，感到無比羞愧。包廂裡的其他同學也慢慢走了出來，每個人臉上都寫着震驚和不可置信。我怎麼覺得像做夢一樣？有人說，張帆居然這麼厲害，我們竟然不知道。難怪他剛才那麼淡定，原來人家根本不在乎我們這些虛頭巴腦的東西。班長劉峰走到林雪面前，嘆了口氣：“雪兒，你這次真的做過了。張帆人一直很好，你不應該那樣說他的。”林雪抬起頭，淚眼模糊地看着大家：“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。如果能重來一次，該多好！但是世界上沒有重來的機會。”王磊站在旁邊，拿着手機不停地撥打張帆的號碼，但始終無法接通。他知道這次的合作很可能因為妻子的愚蠢而泡湯。3天後，王磊終於接到了張帆秘書的電話：“王總，張總說可以考慮繼續合作，但有一個條件。”秘書的聲音很客氣，但帶着不容拒絕的堅定。“什麼條件？”王磊急忙問道。“合作協議的簽署地點不能在華鼎集團，必須在海岸科技，而且林雪女士不能出現在任何與這個項目相關的場合。”王磊聽完這個條件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他知道這意味着什麼，這意味着張帆願意給華鼎集團一個機會，但絕不會原諒林雪的無禮。“我同意。”王磊說道。“請轉告張總，我會按照他的要求來。”掛斷電話後，王磊看着坐在對面的林雪。這3天來，他一直處於自責和懊悔之中，整個人都憔悴了很多。“合作可以繼續。”王磊說道，“但從今以後，你不能參與公司的任何事務，也不能以華鼎集團董事長夫人的身份出現在任何商業場合。”林雪點點頭，她已經沒有任何反對的資格。1個月後，華鼎集團與海岸科技的合作協議正式簽署。這個價值50億的合作項目將為華鼎集團注入全新的技術活力。簽約儀式在海岸科技的總部舉行。王磊帶着公司的高層團隊，恭恭敬敬地坐在會議室裡。張帆依然穿着那身簡樸的西裝，但沒有人再敢小看他。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知道，眼前這個看起來平凡的男人掌握着他們公司的未來。“王總，
張帆在簽字之前說道：“我希望這次合作能夠讓華鼎集團真正實現轉型升級，也希望這種合作能夠持續下去。”一定會的，王磊誠懇地說。張總，我代表華鼎集團全體員工感謝您的信任。張帆點點頭，在合同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這一刻，他想起了10年前的那個午後，想起了林雪的拒絕，想起了自己當時的心碎。那個被拒絕的少年已經成長為一個真正的成功者。他的成功不僅僅在於財富和地位，更在於他對人性的理解，對價值的堅持。簽約儀式結束後，張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，他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繁華的都市。助理走進來，匯報道：“張總，王總想請您吃飯，表示感謝。”張帆搖搖頭：“不必了，公事公辦就好。還有。”助理繼續說：“有一位林雪女士一直在樓下等您，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談。”張帆怔了一下，然後說：“告訴她，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好談的了。”他說他會一直等下去。助理有些為難地說。張帆沉默了一會兒，最終說道：“讓她上來吧。”幾分鐘後，林雪走進了張帆的辦公室。他看起來很憔悴，眼中滿含着悔恨和痛苦。“張帆”，他的聲音很輕，“我想跟你道歉。”張帆沒有請他坐下，而是繼續站在窗前。“道歉？為什麼要道歉？你只是說了真話而已。”“不，我說的不是真話。”林雪搖着頭，“我說那些話是因為我嫉妒，是因為我後悔。”張帆轉過身看着他，“嫉妒？後悔？”“是的。”林雪的眼淚流了下來。“10年來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當年我沒有拒絕你，現在會是什麼樣子？特別是在我結婚之後，我發現王磊並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種人。”他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“他給了我物質上的滿足，但給不了我精神上的契合。而你一直是那個我最初喜歡的樣子。善良、真誠、有才華。”張帆聽着這些話，心中沒有任何波瀾。林雪，這些話10年前說還有意義，現在說已經太晚了。我知道太晚了，林雪哭着說，但我還是想讓你知道，我當年拒絕你，是我這輩子最後悔的決定。如果能重來，我一定會選擇和你在一起。不管多窮多苦。張帆看着他，心中有一絲憐憫，但更多的是釋然。林雪，你知道嗎？10年前，如果你答應了我，我們確實會過得很苦。那時候我剛剛創業，每天工作16個小時，住在一個小房間裡，吃方便麵度日。但那又怎樣？林雪激動地說，如果是和你一起，我願意吃任何苦。張帆搖搖頭，不，你不會的，你還是那個林雪，還是那個需要物質保障的女人。如果真的讓你過那種生活，你撐不了1個月就會離開我的。林雪想要反駁，但話到嘴邊卻說不出來，因為她知道張帆說的對。你看，張帆繼續說，即使是現在，你來找我道歉，說後悔，但真正的原因是什麼？是因為發現我比你老公更成功，更有錢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一個普通的技術員，你會來道歉嗎？林雪愣在那裡，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所以說，我們注定不會在一起的。張帆的聲音很平靜，不是因為貧窮，而是因為價值觀的不同。你要的是結果，我要的是過程。你看重的是地位，我看重的是品格。那現在呢？林雪最後掙扎着問道。現在我們都成熟了，我也知道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了。張帆看着他，眼中有一絲溫柔，但更多的是堅定。林雪，我已經有女朋友了，她是我公司的技術總監，比你年輕，
比你聰明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從一開始就選擇和我一起奮鬥，不管貧窮還是富有。林雪聽到這話，最後一絲希望也破滅了。她知道自己徹底失去了張帆，也失去了本來可能擁有的美好人生。我明白了，她擦乾眼淚。張帆，謝謝你願意見我最後一面，我不會再打擾你了。林雪離開後，張帆回到辦公桌前，拿起桌上的一張照片。照片上是一個清秀的女孩，正是他的女朋友小雅。小雅是他在創業初期認識的，那時候公司只有幾個人，他願意放棄大公司的高薪工作，來到他這個小公司做技術員。5年來，他和張帆一起經歷了創業的艱辛，一起熬過了無數個加班的夜晚，一起分享着每一次成功的喜悅。他從來不在乎張帆穿什麼衣服，開什麼車，住什麼房子。他在乎的是張帆這個人，是他的才華，是他的品格，是他對技術的執着追求。這才是真正的愛情，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人。6個月後，張帆和小雅在一個簡單而溫馨的儀式上舉行了婚禮。沒有奢華的排場，沒有昂貴的鑽戒，只有最真摯的情感和最真誠的祝福。華鼎集團和海岸科技的合作項目進展順利，王磊在技術轉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，而林雪則漸漸淡出了公眾視野，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同學群裡，大家偶爾會提起那次聚會，提起那個讓所有人都震驚的夜晚，但更多的時候，大家都明白了一個道理：永遠不要小看任何人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他們的真正實力。而張帆繼續穿着他那些簡樸的衣服，專注於自己的技術研發。他知道，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外表的光鮮，而在於內心的充實；不在於別人的認可，而在於自己的堅持。那句"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"已經成為了過去。現在的張帆可以給任何人他想要的生活，但他選擇把最好的生活給那個真正懂得珍惜的人。這就是成長，這就是人生。有些錯過是為了更好的遇見，有些拒絕是為了更好的選擇，有些痛苦是為了更好的未來。張帆感謝林雪當年的拒絕，因為那讓他成為了更好的自己，也讓他找到了真正值得珍惜的愛情。而這或許就是命運最好的安排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